唯一一家沒看到負評。驚魂2部曲呢，把車門抵住，不讓它關起來。跟他們點的松露燉飯，但是我記得我在節目上看到的不是長這個樣子，就是從那邊跳下來。哇，這是什麼世界啊？我現在從機場，然後坐到這一站，然後要進市區，然後坐到中繼站，就是這一站的話是不用錢的，然後下車呢就是買進市區要錢的。它的卡片蠻好看的。我們的住宿旁邊這邊就是李現找真愛的交誼廳，好近哦。這個很有名，法式薄餅，我們找了一家法式薄餅店坐着，在民宿附近而已。然後現在是剛開店的狀態，但是整個陽光感覺上很像已經經歷了下午，然後加上我晚上早上也經歷了蠻多事，我自己啦。搞行李，然後搞那有的，好像弄了很多東西之後，发现現在好像才12點，然後人家店才要開而已，時間被偷走的感覺。這是我們點的法式薄餅，然後是鹹的口味。現在正中午很涼爽啊，20幾度，其實很涼，很舒服。然後這個是我們叫的甜的，然後呢，我喜歡去國外叫Nutella的東西，因為台灣如果是那種巧克力製品，通常都是用那種廉價的早餐店的那種，就是會有一種化學味，比較少人用Nutella，但國外做巧克力的東西幾乎都會用Nutella，所以我蠻喜歡叫國外的那個薄餅。它的餅是很軟的，我以為本來看這形狀以為是脆的，但是我現在切起來覺得偏軟。底下其實超級厚，我自己覺得蠻喜歡吃的，因為它的味道是很原味的，它其實沒有加什麼調味粉。感覺歐洲蠻喜歡原型食物。我真的是蠻喜歡這種感覺。不會很甜耶，我好訝異哦。甜哦。因為它本身的餅呢是有厚度的，它其實是我覺得很像蔥油餅，有2-3層看，然後加上它的鮮奶油是不甜，然後也不膩，所以就是放上去蠻清爽。然後草莓呢是酸酸的，所以剛好中和Nutella的那個甜。但這種餅的口感台灣是吃不到，比較少人做這種，跟可丽餅又有一點差別，因為可丽餅是脆脆，但是它这沒有，它有一點厚度，看起來 QQ 的。我們走到這個海邊，大家看看它的海是多藍啊，水藍色嘞，而且你看陽光照下去，整個 green green 哎，涼涼的，不會有台灣那種悶熱感。你看它本人超扁的啦。我們走來馬賽納廣場，然後它前面的地方也蠻漂亮的，它面向的地方這邊超美。我們的住宿，保险箱是密码。它是2023年有整修過的房間，然後其實房間蠻小的，但主要是我們的 location 是真的很好，但是好之餘可能也會有點小吵，就是樓下就是很熱鬧的商店街，吃的啊什麼的。然後呢，就是小小間的這樣，因為其實呢，法國住宿不管怎樣都超貴的，所以我們已經盡量在預算範圍內找到。這應該是此趟的行程中唯一一間飯店了，其他2間都是 Airbnb。然後它有基本的廁所乾濕分離，可是它廁所其實蠻大間，我自己覺得。我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，其實有一股舊房間的味道，鼻子有點不舒服。我們今天逛下來，就覺得路上味道很多，很複雜，所以鼻子就是一直處在於一種癢癢的感覺，然後很想打噴嚏這樣。就是可能有煙味啊，有大麻味啊，有各種各式各樣的味道，就不好聞了。我覺得最舒服的地方是海岸那邊，因為海岸那邊大家都是躺着在曬太陽，所以沒有任何人去抽煙還是幹嘛的，所以那邊的感覺基本上就是很舒服。看一下哦，剛才很慫的我在問說這一系列的工具是什麼，然後你說這個是把光头有夾起來，
然後這個是把蝸牛肉挖出來，然後呢，這個是手髒了可以擦。上菜蠻快的哦，我點的是蜂蜜芝麻的鴨胸，然後呢，第一次吃一下法國的蝸牛，然後對面它是點奶油蘑菇牛小排吧，而且我在網絡上看照片就覺得它的這個薯泥看起來非常好吃。之後呢，因為夾邊邊，然後把裡面的蝸牛肉挖出來，然後通常它是有一個圈圈的感覺，所以可能就是要慢慢挖。我剛剛說很像挖耳屎。我媽每次都說挖耳屎就是這樣子，邊邊這樣慢慢這樣挖出来。然後呢，醬就是你再把它倒出來。鴨胸，然後5分熟啦，熟度有點太熟了，所以就是比較沒有那種 Q 彈感。因為我之前有吃過是，它肉有熟之餘，然後它還很嫩，很彈的那種，好像它的胸彈，哪裡彈出去那種感覺，很好吃。我覺得它烤蔬菜蠻好吃的，那我試試看。我覺得它用一個很簡單的 maybe 可能就是簡单的橄欖油還是什麼油，那种很原味的東西調而已，健康。我最喜歡吃蔬菜原味了。然後鴨胸的部分，因為它是蜂蜜芝麻的口味，所以吃起來有點甜甜。我先來吃一下蝸牛，好香好濃哦，很像是大蒜，然後真的是那種香菜的感覺。我覺得本身吃起来跟螺肉真的蠻像，只是螺肉會有烤烤的感觉，但是它蝸牛是整個很軟的，也是有點脆脆的味，有個甜的味道，土味啦。蘑菇奶油醬，相信這種醬一定不雷。煮的跟雞肉一樣軟，奶油蘑菇的香氣融合在那個牛肉裡面，非常的香。而且它的奶油醬呢，又不会是那種吃久了会膩的，它是淡淡的奶油香。最好奇它的馬鈴薯泥，我覺得它沒有額外去添加太多的奶，所以它馬鈴薯泥是很天然的。我喜歡吃這種很天然的馬鈴薯香氣，很綿密，還不錯。我好喜歡吃它的原味哦，它整個餐點都好原味哦。這種肉可能這個醬比較多，所以除了醬之外，這家好像是地中海餐廳。網絡上說尼斯是意大利跟法國的邊界，對，所以它可能會有它會有些融合的味道。這家是剛剛在查的時候是唯一一家沒看到負評，所以我們就來了。你知道在法國沒負評有多難嗎？法國人超愛抱怨的，基本上他不爽他就會寫上去。他已經剩下最後甜點了，叫了一個龍眼巧克力蛋糕。因為剛剛問他說有沒有推薦的，他說他個人推薦龍眼巧克力蛋糕，但是他覺得烤布蕾也蠻多人點。我選擇相信店員，感覺軟軟的，我看到油了，油好香哦！不会太甜，我覺得它外面那一層吃起來很像那個香氣味，很像那種麵包，很軟的麵包感，餅皮的香氣非常的濃厚。幸好它巧克力其實也不甜，但是我覺得它的2坨奶油有點太多餘了，有搶走這種純巧克力的感覺，因為它現在是從旁邊流進去嘛，所以會有奶香气，但是我本身是不太喜歡龙眼巧克力有过多的奶香气。它这蛋糕有点低。外酥內軟，雞蛋的香氣是有，就是讓我想要雞蛋糕的感覺，還不錯啊，至少它是酷甜。經過了一個很有法式感的餐廳，裝潢的漂亮的草席，還有音樂伴唱。這一區呢，就是有蠻多餐廳，因為我們從那邊走過來，一路上都是餐廳。現在走到尼斯火車站了，我們今天要搭車去濱海自由城。這裡的海也是很 shiny 的，我覺得這種
整個感覺很不錯，很悠閒，然後可能人比較少。我們剛剛搭火車呢，真的是驚魂2部曲呢。我們是用那個售票機買票的，然後呢，它有2種選擇嘛，一個可以用紙本，一個可以用 email。正常掃 QR code 基本上都是没有什麼問題的，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用手機掃呢，就一直把我們的這個 Apple 的錢包叫出來，所以我們試了應該有10分鐘有。幸好我們那時候我們的火車是差不多20分鐘之後回來，後來就是把螢幕調亮，然後用一個很詭異的角度就掃進來，我是很偶然掃進來的。我覺得有點像是你知道，就是時間內趕快要快速通關幾個人，就以前那個少年特工隊，時間內120秒內，然後你要過幾個關卡，有這種感覺，你知道嗎？我們就趕快要在這個火車到達之前趕快掃進來，真的是太爛了。所以我們決定，我們等一下回去的時候，我們用紙本的印出來，《驚魂》的1部曲嘛，《驚魂》的2部曲。反正呢，就是我們上車之後，火車已經要開走，因為它的門已經要關起来了。但是就一直有人湧上來、擠上來，就覺得整個很詭異。然後還有人，我覺得啦，有到5、6個人，怎麼會有人上車了？你已經上車了，然後你又要下車，我覺得這一系列操作非常詭異。然後又把車門抵住，不讓它關起來。其他乘客還幫忙喊，對，是誰的錢包掉了？來自哪裡？誰？就是剛好他們遇到一批很熱心的乘客，然後所以他的東西都沒掉，而且他錢包裡面，我聽他們說，裡面所有重要文件都在裡面。那個被搶的女生有點鏘鏘的。然後我覺得她有幾個特點，就是第一個是她背的是名牌包、精品包，然後第二個是她那個精品包是掀蓋式的，所以是基本上是一打開就可以拿到。增廣見聞的。真的是很喜歡這種法國的小巷弄，就是它的房子這種顏色看起來都會很好看。我們剛剛從裡面走出來，大家有沒有覺得這裡是很相似呢？如果有看《離線找真愛》的人，這裡是熊大跟七海約會的餐廳哦。叫這個名字，然後我記得當時他們拍攝的時候是在就是這裡，就他們坐在外面。我們剛剛本來想要坐外面，但是這一整排都被預定了，所以如果想要坐七海跟熊大位置的人，要記得預先 booking。那菜單挺水哦，油畫哦。我點了一個鱸魚菲力，然後配菜薯條，跟就是我們有點綜合海鮮意大利麵。它的綜合海鮮有蝦子啊跟蛋菜，有蛤蟆，有個大蝦啦，然後跟一些蝦仁什麼的，蠻豐盛的。而且其實他們這裡的盤子都會蠻大的，這個分量看起來也是很多。然後它有附這個麵包跟橄欖。因為本來想說我們來到這種濱海的地方，可能就是可以吃一點海鮮。魚底下它有這個燉蔬菜鋪在下面，這樣。我覺得上面這個吃起來有點松露醬感，可是它的松露味沒有很濃。我知道為什麼它8點就開了，因為它有賣早餐，而且我看它的招牌上寫 non-stop。我覺得魚吃起來嫩，底下有一些烤洋蔥。吃點蝦，其他的麵我覺得還好。蛋菜，可是它的面是青醬，對不对？算是，味道很淡。我覺得蝦仁蠻好吃的，蝦蠻好吃的。有魚還好，它不會到很，它不會有腥味。對啊，它那個醬蠻有 creamy 的感覺。薯條溫偏涼，有點可惜，我喜歡現炸的，有點像清炒炒蔬菜的部分，我覺得有點焦感太重，我覺得有點那種烤焦味，不是那麼好吃。昨天的那種蔬菜比較好。看這一盤都是這碗面的蛋菜，但是這碗面的蛋菜至今還沒吃完，你就知道這盤有多少蛋菜了。然後我發現附近這樣一整排餐廳，這家生意最好，所以大家有空回來吃。然後我自己吃下來是覺得就是正常發揮啦。我们从餐廳的後面這一條，聽說是很多小店可以走一下晃一下。很多高層真的很多小店。從剛剛那條街道的底部彎上來，
就看得到這個情景。我們又回到剛剛前面這個地方，覺得這一小角是最美的，而且這個火車剛好經過。那天氣好的時候真的是很漂亮。我們要準備回尼斯的老城區跟城堡山公園看看。我覺得來歐洲的話，大家可以去就是周圍的小鎮，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結果。就是通常它的小鎮都很漂亮，然後人很少，然後就是很舒服，感覺不用擠在這個大城市裡面，可以多多去周邊的小鎮。我們又要在一個通關的地方。這是 green 嗎？這是 green 啊！哦，有了，要不要動，然後要再按。哦，真假是，真的是快不了呢。这上面第一個沒有按到，真的會寫。沒有啊！哦，一定要選吶！哦，就一個選項是要選什麼？剛才火車呢，不知道為什麼就停了，然後在那邊停了30分鐘，裡面都沒有空調，超級熱。然後就開始有人從外面很高的地方這樣走過來，然後就是從那邊跳下來，有一個很像廚餘桶的東西，所以就有人幫忙扶，然後大家就這樣紛紛從那邊下來。我真的覺得太荒唐了，這真的太荒唐了！哇，這是什麼世界啊？重點我們才2站呢，可能才10分鐘的吧。我們剛剛就是從這個門。然後走天橋，這樣，然後繞過來。但是你知道，我們前面火車站就在前面這裡而已。我們剛剛呢，就是有晃了一下老城區。老城區主要幹道走上來就可以到城堡山公園，所以我們現在打算去城堡山公園看看。然後看到路上有人在尬琴啊，好帥啊，帥翻了。講一下剛剛的烏龍事件，就是我們剛剛去買的那個冰淇淋，就是這邊老城區很有名 F 開頭的冰淇淋。然後我忘記我要吃的那個冰淇淋甜筒的英文叫做 corn， 我真的是太久沒有在國外買冰淇淋。然後呢，我又跟他說我要開心果口味跟挖 cookie 這樣子，結果他幫我挖了開心果，轉身去另外一櫃挖了另外一個口味，然後我看了一下牌子，那牌子是 cookie， 我快氣死了。竟然有 cookie 口味的，所以变成我就拿到杯子。我朋友他是要吃杯子，但是你说什麼？但是因為 corn 跟 cup 有點像，cup 可以講太小聲，他以為，然後他就直接給他 corn， 他就幫我裝了2個我想吃的口味，很燦爛的笑容跟我說，冰淇淋好了。對，然後重點是因為我們是分開買，他的攤位很長，然後結果我們見面的時候，他就看我手上拿的杯子，然後我看他手上拿甜筒，但是蠻好吃的啊。我們各自拿了各自想要的東西。我们從底下就剛剛那個階梯走上來，然後這裡還要再走一段，蠻適合就是吃完這個冰淇淋走一下，消耗一下。從這邊看下去，應該是可以看到整個尼斯的蔚藍海岸，就是我們昨天去的海邊那邊。走上來有一個很大的瀑布。我們現在來到生根香納花吃的這個餐廳，然後它是有室內跟戶外租，蠻漂亮的。然後他會先送上麵包，這裡還要點蠟燭，很有情調。真他們點的松露燉飯，但是我記得我在節目上看到的不是長這樣，他們拍節目的時候長相好像更好看一點，我們這看起來比較平凡。但是因為它燉飯就只有一種，所以也不可能點錯。然後我們另外又點了這個章魚腳，它真是很大盤哦。然後它還有附贈薯泥這樣。當時生跟香納花吃了第一口說，哇，這麼好吃！究竟節目拍的是不是真的？蠻有味道的。你說它米是好吃的？米很好吃哎。
這蠻鹹的吧？可是的確這個不夠鹹的話，最後會膩。先科普一下，跟國外的燉飯啊，它跟台灣的那種米飯不一樣，不要把它想象成。就是你怎麼覺得說吃起來那麼硬，其實它吃起來硬是有點正常的，它比較有嚼感，米心是透的。正常松露燉飯奶味太重，其實會很膩，但是呢，它的奶味我覺得是很剛好，它的奶沒有搶走松露的風采，然後它的飯上面有淋一點，我覺得很像橄榄油的東西，所以它風味好像又提升了一點，吃起來沒有那麼無聊。但是我覺得還是建議2個人分啊，本身味道也是有點偏鹹一點，所以我觉得可以點一個肉類。一起去分这個東西，一切就化開了，怎麼回事？好像很厲害了。哇，章魚有辦法燉到牙套有3槍哎！先拿人知道的，這合理嗎？它超長，拍起來好看啊，很大耶！你可能要吃在哪鍋天啊？它好像是烤的，所以跟蔬菜什麼的是好像烤在一起的。哇，這個。章魚怎麼這麼好切啊？不知道，還以為我切什麼肉嘞。對，很像肉，很像我昨天吃的那個肉。這麼好切合理嗎？個人覺得非常的原味，淡淡的鹹味，然後沒有太多的調味，加上配菜更好吃。要不然單吃章魚有點無聊。但我覺得它的章魚好像就是虽然說它是好吃的沒錯，但是好像就是生猛活海鮮那種感覺都不見了。但是它是好吃，只是那種你想要吃那種新鮮海港直送的那種感覺是沒有的。這完全是烤雞的感覺。對。怎麼可以烤這麼多汁啊？我覺得國外的烤番茄超級好吃，因為他們都會烤得很甜，但是那個甜是天然的甜味。但是台灣的烤番茄很難烤得這麼甜，所以我真的是特別愛吃國外的烤番茄。想要加一點薯泥來吃看看，這薯泥應該是章魚的。它有balance掉章魚的鹹味，而且目前吃下來覺得法國薯泥算是做的蠻好的，因為他們不會加太多很重的奶，然後是都蠻純的味道，然後打的都蠻綿密的。我們的舒肥雷上了，好，要塌掉了，先吃，空氣感不錯哦。舒肥雷本身是法國的東西，我很好奇他们做的舒肥雷怎麼樣。它的舒肥好像是莓果口味的，莓果香氣很重。好酸哦！哇，太酸了，是蠻真材實料。只是因為我本身不太喜歡吃酸，所以雖然說是做得好，但是味道我不太喜歡。它底下吃起來濕濕軟軟的，比較濕感蠻重，但是真的好酸。它的酸完全是這個莓果的，是真的酸，是真的是真材實料的酸。现在來機場拿行李了。我這趟來尼斯要來經過3次機場，機場都快是一種觀光景點了。我終於拿到我的行李了。總之呢，就是我的轉機時間太短了，不到2個小時，然後我的行李直掛，但是它還是來不及。然後加上我也沒有聯絡電話，然後我住宿的地方是自助的入住，就是沒有人常設在櫃檯，所以他們也不代收行李，變成我要自己來機場拿。2天了才拿到行李，但幸好尼斯到機場其實是蠻方便，就是它市區的電車可以一路直達機場，然後大概是30分鐘的車程，所以來回大概1個小時，我覺得比很多城市都很方便。我建議大家就是第一個轉機時間不要少於2個小時，2個小時半到3個小時是最好的。然後第二個是第一天的住宿最好是找那種有櫃檯，不要是自助入住。可以的話，買了 WiFi 之餘，可能可以有通話功能的會比較好。當然，如果你轉機的時間長的話，其實這些就不用太擔心。我們現在去盲峰，剛剛在那個尼斯火車站，我們又目睹了另外一起被偷的案件。反正我們現在已經抓到公司了。反正搶匪就是吉普賽人。被搶的女生呢，她是台灣來的，然後她沒有背名牌包了，跟昨天公司有些許不同。但是她身上的打扮呢，我自己是覺得是那種貴氣感由內而發的女生，她有精心打扮。就是3個同行當中，她們是3個女生，然后她是最亮眼的那一個，不像我是越南阿姨這種打扮。沒有人會靠近，沒有被偷到哦。他沒有被偷到，因為他的公司都是一樣，就是
車門快關的時候，就會有一群人衝上車。今天明明早上沒什麼人，然後他們又好像在那邊擠來擠去，就覺得很怪、很詭異。後來又一群人下車，這樣其實公式都是一樣。然後再來就是尼斯火车站昨天刷票的教訓，那我们今天就用紙本，用紙本特別快。法國队好像不適合用高科技的，而且一堆人是卡在尼斯火車站的路口在那邊刷半天，所以不是只有我們的問題。現在已經快到這個芒通著名地標，我們看到一群人在對面拍個照，所以應該就是這，超美，大名鼎鼎的黃色階梯。我們剛剛從下面這樣拍照走上來的這個景，超級美的。我們剛剛從黃色階梯走到一半，然後像這種巷弄都會蠻好拍的。真的太美了。没人最好了。我們發現了一棵超可愛的樹，你看它底下很像葫蘆好像很帶彩。而且還有刺，它有刺嗎？哎，真的哎，很多刺，它的茎非常多刺哦。然後這裡是芒通的海邊，等一下我們要去對面那個地方拍過來，就會看到整片的芒通的這個背景，會很漂亮。這邊的海離山蠻近，然後這邊的城鎮都是這種很像山上這樣子往上蓋的城鎮。準備要去吃一家日本主廚的店。我點的是這個鵝肝凍乾，然後你的是啥？慕斯跟鮭魚海鮮，還有海鮮的慕斯這樣。飲料，它是果汁，是檸檬的嗎？裡面有 lemonade， 然後跟有橙汁现榨，還有它的。原來如此之黃啊！底下好像是果醬，然後我點的是檸檬利口酒了，然後它上的有2種不同麵包，還有這個小點心。你說這一家是芒通最是有一個尼斯的向導推薦的，在法國吃鵝肝凍，可是它是鵝肝凍啊，前菜，超級濃郁。哎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剛剛點的是紅椒慕斯，甜椒味超濃的。我的鵝肝慕斯呢，我覺得搭配它旁邊給了一個甜甜的水果，去腥味，綜合一下比較好吃。如果單吃的話是腥味比較重一點。要決定沾一點麵包，它的麵包是軟的，好吃。它不像我們前幾天吃的那样，都是還是會有那種硬硬的那種感覺。它這個就是亞洲的麵包的軟軟，然後蓬鬆蓬鬆。配鵝肝很剛好，因為它蓬鬆，所以它把整個鵝肝包覆進去，鵝肝就不會那麼的突兀，就有點像軟發。好喜歡哦！完蛋了，它要籠中我最喜歡麵包，因為我是亞洲人。好好吃哦！終究是亞洲人，鵝肝配的麵包最好吃。它還有第2種麵包，蠻多堅果跟葡萄乾什麼的。第2種那比較粗糙了。第2種麵包因為它的內容物比較多，那變成鵝肝配上去的話，就有點被蓋住了，鵝肝整個變配角，所以我覺得配第1種純粹麵包是最好吃。好，那我第3口來配個這個餅乾，鵝肝各種配，鵝肝單和果醬配。
有那個不意煎胡椒餅乾的感覺。目前第一名還是第一個麵包。我點了一個，這個是鮪魚排。本來 ChatGPT 推薦我主餐要點這個，然後我還有一點就是猶豫遲疑。剛剛服務生說非常特別推薦的說，哦，這個是今天早上10點才到的，非常大隻的鮪魚，很新鮮，怎樣怎樣的。我就想說，好吧，既然都這麼新鮮，那就試試看。它的鮪魚呢，外層是用這個芝麻，有點像麵包餅皮的感覺，兩邊呢是熟的，中間是生的，半生熟，底下鋪蔬菜跟薯泥。我想先單吃它的鮪魚，正常應該會有一種鮪魚味，但是它這一塊讓我覺得它不像魚，好像肉，好厲害哦！吃起來很像是肉排耶。我從來沒有吃過那種鮪魚的口感，怎麼可以那麼像肉啊？然後配上邊邊的那種椒麻香氣，超級讚。想要裹一點蔬菜跟馬鈴薯，它的馬鈴薯有點奶油香氣，所以鮪魚吃起來就是會有一種奶香感。但是我覺得它還是單吃最好吃，我覺得不要有任何配菜。那它做的蛮好，做的很好。那麼大塊有时候很容易会覺得很油。甜點終於上了，我的是這個是 peach 跟冰淇淋，甜美火聖誕感覺是橄欖油冰淇淋，應該不會是蛋白霜吧？可是我不喜歡吃蛋白霜，可是幸好它的蛋白霜沒有很甜，蛋白霜蠻好吃的，因為有個焦味。上面刚剛吃起來就是鮮奶油，底下是就是香草冰淇淋加橄欖油。我自己覺得我這道可能賣相有點差，因為它是湯湯水水，然後加上有很多形式的東西，變成我的水看起來有點濁。比較沒有那種美觀，吃起來的話，我覺得整體性比較低，比較沒有感覺是分開的甜點，比較不是那種一體的感覺，略顯可惜。真的比較可惜是它的擺盤呢，因為吃到最後就覺得我的那個整個餐盤很混濁。如果以39歐的 CP 值是真的高啦，在這裡，然後你可以吃到前菜、主餐跟甜點，感覺這家麵包是最好吃的。我最喜歡它軟的那個麵包，我覺得它今天最突出的是那個軟的麵包跟那個现撈10點的鮪魚排，是我覺得印象比較深刻，比較特別。他們是盛產檸檬，所以呢，我們找到一間很多檸檬製品的東西。我覺得這個肥皂聞起來檸檬香氣很香，所以我應該會買這一款。其實有很多不同種的味道，然後還有這個也好可愛，它就是有一個檸檬的毛巾附一個檸檬的肥皂，其實很適合送禮。它就是檸檬的肥皂跟香水，然後還有給卡片可以寫。我們底下爬上來的話，就會是一個這麼大的教堂。从剛剛的教堂走過來的這個地方，超級美的。剛好它的房子啊、海呀、陽光非常的美。Every night I try to love, but your heart is made of stone. All my tears they fall like rain, yet you leave me here alone. I give you all I have inside. You pretend it's all pretend. Your empty eyes.